提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你愿意知道吗？我不愿意知道。我也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曾经想过重启我的人生？想过。没有。没有。有。没有。哎呀，没有。哎呀，我呀，没有，就是我在想，他们离不开自己的那个生活半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有的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渴求。大家都是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的，想要开心一点，想要阳光一点。后来慢慢，这个阳光把我真的照透了，我也被它真的改变成未来的那个一行。哎呀，青春呐，打算回去再找人过过家家去。青春太美好了，真的是只有真诚。真实性的、假定性的，它就是特别的动人、可爱。越认真越开心，观众越感动。小红花应该是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一个鼓励。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吝啬把这种鼓励和奖励给予别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反过来想，一朵小红花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场很美妙的梦，获得一些新的力量。上一个，然后这上一个，这儿上一个，这儿上一个，啊，也行，好，来，这样的。好，可以，来准备，起张，又换一个，哎呀，又换这个啊。给大家来正式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座位排列，以导演为中轴，这边是一家，这边是一家。大家今天重新聚到一块儿，是因为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马上就要上映了。其实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要叫这么一个名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只得过一张奖状，是这个100米跑第3名。小初高没拿过奖状，幼儿园没得过小红花，总体来讲就根本不是个积极分子，就是他那个台词。啊，你就把你的那个人生的影射在这个身上了。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讲过一个，你在那个学校门口等孩子出来的时候，你会看他们好多孩子往外走嘛。你说就是我们给惊喜的那个造型，就让你想到了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就是你每个班里边都会走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很消极，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可能很叛逆，他根本就不热衷于参加任何事儿。老师也不会那么去关怀他，去注意到他。每个班都有这么一个人。千玺拿小红花多吧？就是那种小笑脸啊、小红旗啊那种。我是那种很听话的，就不跟老师对着干那种，就是一学期下来也不怎么发言，就是某个小透明。我小时候特臭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自己买那种小贴纸，然后贴耳朵上呀，贴这儿啊，贴这儿，贴那儿啊。老师不给咱自己贴啊。所以我从小的我的概念里边，就小红花这种东西啊，就是特别高高在上，根本拿不着。我想就是把这个概念给拉下来，它就是应该是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一个鼓励。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吝啬把这种鼓励和奖励给予别人。当我们习惯地送出我们所谓的奖励、所谓的小红花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们两家人，大家就想，2020年有什么你看到的场景，让你觉得哇，真的应该送一朵小红花？我前一阵在那个亚运村那个第5大道，我给我孩子去买那个笔啊什么的，我就开着车往门口收费走的时候，3个大小伙子走过来，然后就指使我那车。我在网上看了大量这种就是什么诈骗，你知道，就是说哎呀，先指指你的车，然后那边去开你的门，你得小心这样的。我把车停下以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哎，你那个车前面挂了一什么？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开车有可能是个锥桶。有一个回来就把那个锥桶给我拿走了，笑了笑。
哎呦，我突然瞬间觉得那个男的可帅了，其实特普通的三个。所以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想，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的精神疾病特别多，就焦虑啊、抑郁症啊。我觉得跟整个现在网络就是这个社会的信息量特别大有关系。所以我通过这个今年我就想，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人人要传递一种正能量。小红花不就在说这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刚刚听我妈说高速上面嘛，我就突然想到，从青岛去咱拍戏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后备箱装了一堆的行李，可能是压到什么衣服或者怎么着，车那个后备箱的盖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了。高速上然后开得很快，旁边一个小轿车啪就追上来，狂摁，对，狂摁那个喇叭。然后我当时还录着像，我说看那两个人，就是好像是就是认熟人一样，就想打招呼，认错人了估计。然后我们还没理，就往前继续开。后来摇下窗户，然后就跟我们指后边，然后回头一看，我们那个东西就马上就要掉过去了。哎呦！然后说啊，谢谢，坐后备箱。今年也碰到一个事儿，就是我去一个地儿按摩，但是我找不着地儿停车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车停在一个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别人的车位，但是当时空着，但是我就停完车以后，我就在车上留了一个那个电话，就防止万一人家回来可以打电话挪车嘛。然后就在那儿，砰，就电话就响了，就说我的车牌号，说这是你的车吧？我说是，我以为是那个车主回来了，要让我下去挪车。我说您稍等，我马上下去给您挪车。结果他说那个什么，你下来一趟吧，那个我把你车给撞了，你下来。其实也不是很严重，就是刮了一下。当时我还挺感动的，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但是呢，在现在发生，反而会让人很感动。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现在大家需要什么？其实需要的就是任何事情以它的应该的常态来发生，并且大家在发生的过程当中都保有善意，所以这就是叫送你一朵小红花，努力发现生活当中值得送小红花的人和事儿，并且不要吝啬，大声的跟人说谢谢。这种善意是会蔓延的。我一直在想一句话，就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是没错。对，我觉得啊，反过来想，一朵小红花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你一个善意的一个触发，改变了一系列的事情。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可能那一朵小红花，你那一丝善意就改变了很多原本应该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呀？我想了一下，虽然咱们走不出这个城市，但是还是可以体验点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特别真挚，就是俩人在过家家，然后过得又非常的真诚。我觉得这个真诚是不容易做到的。像我们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死，但还真诚的活着一样。我说青春啊，就是打算回去再找人过家家去。我闺女演得好，你凭什么光夸你家闺女？还是我儿子演得好。一个巴掌打不响嘛，对吧？这种过家家拍不好，会让人觉得很傻，对，是会露怯的。但是就这一段完全没有那种感受，就跟老夏说的是，觉得青春太美好了，你会被各种感动，就是他真的是只有真诚，而且能看到他们对那个生命的那种渴望。我觉得我们反正就认真玩就行了，越认真越开心，观众越感动。年轻人老说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没有机会，他们离不开那个自己的那个生活半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有的那个对于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渴求，那怎么办呢？我们来过家家似的来体验这个感觉，其实是在
讲这两个年轻人的无奈，就是他们在最花季、最好的时间，碰到了我们都不愿意碰到的这种疾病。其实我们很早就在拍，我们开机好像没多久就在拍这个，开机就拍啊。我们赶到这个场景，就一开机就在拍这个蒙太奇，他俩就是相当于很快就要去把那个非常嗨的状态去演出来。我一直觉得其实，就是这段戏，就两个人只要演嗨了，我觉得什么都对了，因为这个他们演的越高兴，我们结合前后文去看去想，你的心情会越沉重。这场戏之后呢，紧接着一段就是我们体验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事儿，那女孩提议说：“那我们体验点老年人的生活吧。”就把她拽进了那个广场里边，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块跳。那首歌叫《18的姑娘一朵花》，带你体验一下老年生活。快点！我们老在说，哎，这个老艺术家不爱变老，但是对他们来讲，变老是个奢望。就是韦一航那句台词：“我能不能苟到老，我都不好说。”我觉得没有比一个年轻人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是非常扎心。我们都不想变老，但是其实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讲，我能不能活到老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些都是奢望，不敢去面对。所以紧接着我们通过这个过家家之后，直接把它拉回到现实里边，我们不过家家。直接你去体验正常人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在老头老太太在一些大叔大妈之间中间跳那广场舞，对他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平常之前都是看那个别的跳广场舞的人们在那儿跳，那次是亲自体验了一下，对于马小远和韦一航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被马小远拽过去的。然后当下心境其实就是我是在观察马小远，我在想我们未来能不能到这个地方。我们跳广场舞那天神来之笔是在于他放的第一首歌就是18的姑娘一朵花，这个不是你设计的？不是我设计的。当那个歌的旋律一响起，我觉得我说赶紧去买这首歌的版权。一帮老年人正在跳的却是18的姑娘一朵花这首歌，然后这两个孩子又是18、9的孩子冲进了这个人群，冥冥之中，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用那首歌去表达我们对时间、对于变老、对于生命的一个感受和一个态度。我们拍的时候，那广场熄灯了，我们只能自己用灯把那广场打亮。那个灯打出来，有一种现实中的写意感。我突然间就被那种写意感动了。两家都有一个得病的孩子，所以这两家人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妈妈，我们是单亲家庭嘛，他妈也跟他一样得了病，在年轻的时候就生完他就去世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结果孩子也得了这个病。所以老马他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坚强，他又当爹又当妈，然后还得当小丑，他还得一直有这个所谓正阳光的东西在这家里面包裹着。还抽？今天第一根儿。老马，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你？也就是说，他经常得装小孩儿，也就是让这个女孩儿来主导这个家，让孩子来感觉，哎，这家里缺不了我。你看我一离了我爸，对我爸，你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家必须得我撑着才行，甚至有点荒诞的，有点小孩子气，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行。其实这个是他的大幸，他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希望能让孩子能够真的长大成人，所以还是得积极的活着。我觉得其实，在这样有这种孩子的家庭，其实他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个积极乐观的给孩子爱的那个高度是一样的，但是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也是因为这两个家庭的那种教育孩子的方式不一样，对，导致了马小远的性格呢，其实很主动，其实相当于是说，他像一缕阳光一样照进了韦一航啊，就一直缩在一个洞穴里面，就这缕阳光打进这个洞穴，慢慢韦一航试着往外走，这些作用归根结底说到根上，其实是老马带。是的。其实，宇哥有很多的那个表演，就是宇哥总在说，哎，我这样演过不过？我觉得应该过。
这个爸爸不是个演员，这个爸爸不会把那种打鸡血演得那么自然的，他就是很突兀。我觉得突兀就对了，正是因为他的那种突兀带给这个孩子的那种暗示，就是我爸都这样，这个是我还怕什么？我就应该是出去就是面对一切。所以你们两个也都是病友嘛？脑子有病，两人脑子其实都有病。不同的也是因为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导致性格不一样，你的行为举止呢都不一样。一开始对他的方式肯定是不接受的，后来慢慢，这个阳光把我真的照透了。后来这个阳光也真的消失了，我也被他真的改变成未来的那个一航了。其实我感觉韦一航他也是属于，他想要把自己打开，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怎样把自己打开。大家都是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都是想要开心一点，想要阳光一点，所以他们俩相同点其实就在于大家都是想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就是马小远他也是个孩子，再怎么样积极，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崩溃了。其实就是无论你得过多少小红花，无论你多么积极的想去够这个小红花，当有一天告诉你没有权利的得小红花的时候，你一样还是沮丧的。这个信息你也要靠别人去帮你构建。这个时候韦一航站出来去帮他构建他的角色互换了，就对，这个是一个相互引导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探讨了一个极其具有普适性，但是极其深刻话题的电影。今天大家能够越来越直面这些话题，谁都知道躲不过，最起码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讨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用快问快答的方式来回答关于生命课堂的几个话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能提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你愿意知道吗？我不愿意知道。我也不愿意知道。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只有你一个人给的答案是你想知道。纯好奇，就是明年还是几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好奇。知道了，那也就正常过呗，你过一天是一天；你不知道也是过一天是一天。除了千玺，大家都说不愿意。第二，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曾经想过重启我的人生？想过。没有。没有。有。哎呀，没有。哎呀，没有，就是的有。亚林哥，你想重启哪段？因为我这个前几年父母都没了，突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活的都是错误的，就我的三观，包括我的工作全错了。就我觉得对父母亏欠太多了，就我觉得我应该重新来过，好好当一个孝子，陪着他们，一生功名利禄工作什么都不重要。不重启。不重启是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苦的，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是的，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我就很着急，很难过。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如果你被灾难打倒，它就是个灾难。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儿、传达，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他的腿，他老了，他的皮肤那种干燥和他那个，所以我就想，自私的来说，不给自己留遗憾。就是我刚才其实犹豫了一下，其实我是想过，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对，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下都是在重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犹豫了？其实谁不想过重启啊？我相信可能100个人都会想过重启。你说人这一辈子，你说你哪件事我干的都没有后悔过，我觉得你找不出一个人来。对，一定每个人都有想重启的。但是呢，你回来想想，为什么我又改成不想？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当下都是重启，也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像枢机一样。而为什么叫心机呢？也就是说，什么叫浪子回头呢？
什么叫放下屠刀？说你每一个当下，只要啪回头，就是暗了，你回头就是重启了。你想要改变未来的唯一方式就是重启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离开世界的日子，你要不要知道？每个人都愿意讨论，因为这些问题躲不开。其实这都是小红花会向大家提出来的问题。这部电影其实是聚焦在2个家庭下，由家庭的这个半径扩大到了众生。大家辛苦了1年之后，在这1年的最后一天走进影院看这部电影，去走走心，挺值得的。这个戏呢，我觉得它很温暖，很感动。它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很有趣的、很幽默的，然后有青春、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我坚信《送你一朵小红花》一定是会被你记住的一部国产好电影，不能是唯一之一。电影跟书其实它应该是一样的作用，就是都是给人以提醒，给人当个镜子。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去在2020年这个不寻常的一年，在电影院里面集体可以对自己重新有一个照见，悬目自视，看看接下来的生活，大家怎么样再去面对一个新的未来。其实大家在片场也都很专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希望把这个电影拍得好，然后拍的就是深入人心。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希望大家跟着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进电影院里面，获得一些新的治愈的能量。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场很美妙的梦，获得一些新的力量。电影靠的就是大家看，你只有心里面特别柔软的地方被波动了，那样的电影才有可能是你心里面的好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也许有能够波动你的那个地方。送你一朵小红花。先好，来，我先画你。哎，它是有毛哎。这啥呀？汁儿呢？哪还得有汁儿？四叶草吗？你这4叶草啊？这才4瓣，5瓣是花。我就不想。好放吧，大妈妈和她的。好吧。哎，几瓣来着？你说5瓣。我最后给打电话啊。老马，那个这就是爷俩嘛。这个浩存肯定有画的好，这老因为在戏里浩存就有。千玺给导演画就画手背，画的跟戏里那个很像啊，都接戏的。戏里的像。对啊，你看，一模一样的。我发现人的这个肌肉可能是有练好几遍的。画鞋。手眼画的。亲爱的朋友们，4瓣的。来吧，你那什么这？我也竖过来也是。竖过来好看一些。好，来3、2、1，送你一朵小红花。